一个在位只有10年的少年法老，没打过一场像样的胜仗，没见过一座让人称道的神庙，死后名字被人从史书里凿得干干净净。就是这么一个几乎被历史彻底抹掉的孩子，为什么偏偏在3000年后成了全世界最知名的埃及法老？他明明是个跛脚的病弱少年，明明一辈子都是别人手里的傀儡，明明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被人改过，凭什么他的黄金面具挂遍了全球博物馆？凭什么几百万游客年年跑去埃及，就为了看他的一件陪葬品？今天我们就顺着时间线，从1922年那个酷热的沙漠午后慢慢往前追，一层层拨开这座尘封3000年的陵墓，你会发现所有的传奇，所有的黄金，所有的惊悚传说背后藏着的其实是一个王朝的无奈，一个少年的悲剧，和一场由遗忘造就的历史奇迹。要明白这次发掘有多震撼，你得先知道20世纪初的埃及考古圈是个什么状态。帝王谷坐落在尼罗河西岸，是一片被陡峭岩壁夹住的狭窄山谷。从第18王朝到第20王朝，前后将近500年，几乎所有法老都把最终归宿选在了这里。他们在坚硬的山岩里凿出墓穴，把毕生收罗的金银珠宝、日常器皿全搬进去，盼着死后能带着这些家当安安稳稳去往另一个世界继续当君王。可理想有多丰满，现实就有多骨感。盗墓这行几乎和法老下葬同步起步，好多法老刚入土没个10年8年，墓就被人摸进去了，值钱的东西一扫而空，更狠的连木乃伊都要翻出来折腾一番。到了20世纪初，整个帝王谷已经被前前后后10几代人反复清过，所有能找到的墓穴早在古代就被盗墓贼洗得锃亮。考古队进去，往往只剩光秃秃的壁画和满地碎渣，连个完整的金饰都难找。当时整个西方考古学界几乎形成了统一判断，帝王谷已经被挖透了，再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发现。不少享誉世界的考古学家收拾行李走人，有位业内权威甚至公开放话，说再往这片山谷里砸钱砸人，纯粹是浪费。你可以这么理解，这就好比一片已经被10几波收废品的人反复筛过的垃圾场，所有人拍胸脯保证里面绝对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偏偏有个不起眼的人站出来说，不对，我觉得底下还埋着一个从来没人动过的宝库。这个人就是霍华德·卡特。卡特是个英国考古学家，性格内敛，不爱社交，但心思细得吓人。他早年不是正经科班出身，最开始的身份是个临摹古埃及壁画的画师，10几岁就跟着考古队来到埃及，每天的工作就是对着墓室里的壁画一笔一笔原样描下来。就是这份画师底子，给了他2样旁人比不了的特质，一样是极致的观察力，壁画上半根线条的偏差，颜料色调的细微差别，他一眼就能看出来。另一样是熬得住的韧劲，对着一面斑驳的石墙画上几个月，他都能坐得住，不烦不躁。他死磕帝王谷也不是瞎猜，在那之前，帝王谷里陆陆续续出土过一些零散文物、陶器碎片、印章、小雕像，好几次都出现了一个陌生的法老名字。可翻遍所有流传下来的陵墓记录，找不到这个法老的明确位置，就像这个人从没存在过一样。卡特就认定了一件事，这个几乎被历史抹掉的法老肯定就藏在帝王谷的某个角落，只是所有人都忽略了他。搞田野考古是件非常烧钱的事，雇工人、租场地、买工具，哪样都得真金白银往里砸。卡特背后的出资人是英国的卡纳封勋爵，一位因年轻时肺部出了毛病，医生建议他去温暖干燥的地方养病，才跑到埃及的世袭贵族。结果一来二去，他彻底迷上了古埃及文明，干脆掏钱赞助卡特在帝王谷挖墓。可钱再多也架不住年年空手而归，连续挖了好几个发掘季，别说完好的陵墓了，连个像样的大件文物都没见着。卡纳封勋爵的耐心一点点耗尽，直接跟卡特摊牌，这是最后一季，钱花完就撤，以后不再投1分钱。据说卡特当时甚至提出自己掏腰包接着干，就求再给一次机会。你能想象那种状态吗？身边所有人都觉得你疯了，金主都要跑路了，你还抱着一个虚无缥缈的念头，在漫天黄沙里死磕一个没人承认存在过的法老。没人知道卡特那些年有没有动摇过，有没有在深夜里怀疑过自己的判断。但历史的奇妙就在这里，奇迹往往出现在你快要撑不住的最后一步。1922年11月，最后一季发掘刚开始没几天，工人们在一座已知法老墓入口附近清理古代工匠居住小屋的废墟，挖着挖着，有个工人突然喊了一声，沙土底下露出了一节人工凿开的石头台阶。工人们顺着台阶往深处刨，一整段通往地底的阶梯慢慢现了身。有个流传很广的民间说法，说最先发现台阶的是个给工地挑水的童工，干活时偶然挖到的。这个细节真假，现在已经没法考证了。
但不管是谁先发现的，这一刻都注定要写进世界考古史里。卡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看着露出来的石阶，心脏狂跳，但他愣是把那股狂喜压在了心底，没急着往下挖，他反而让工人把已经挖出来的阶梯重新用沙土填埋，严严实实盖住，然后立刻给远在英国的卡纳封勋爵发了一封电报，说发现了了不得的东西，让他赶紧来埃及，亲眼见证开门的时刻。接下来的几周，卡特就一个人守着这个秘密，天天待在沙漠里。他既怕消息走漏引来盗墓贼，又怕门后面是空的，到头来白欢喜一场。这种悬着心等待的煎熬，大概比挖不到东西还要难熬。等卡纳封勋爵千里迢迢从英国赶到，工人们才重新挖开沙土，顺着阶梯一步步往下走。阶梯尽头是一道封死的石门，门上还完好保留着几千年前的封印印记。看到完整封印的那一刻，卡特心里的石头落下去了一半。封印完整，就意味着这道门后面的空间极有可能从未被盗墓贼打开过。在已经被洗劫殆尽的帝王谷，这本身就是个不敢想的奇迹。但真正的震撼还在更深处。拆了第一道石门，里面是一条堆满碎石的狭长通道，一行人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头，又是第二道封死的石门。历史性的时刻到了，卡特没让工人直接把门砸开，他先在门的角落凿了个小小的洞，刚好能伸进头去。他拿起一根蜡烛，凑到了洞口。3000年没有流动过的沉闷空气从洞口涌出来，带着尘土和陈旧松枝的气息，吹得烛火晃来晃去，差点熄灭。卡特眯着眼睛往里看，一开始只有无边的黑暗，慢慢的，黑暗里开始出现星星点点的反光，一点连成一片，有器物的轮廓，有雕像的影子，还有野兽造型的摆件，全都在烛火下闪着金色的光。身后的卡纳封勋爵等得着急，压低声音问他：“你看见什么了？”卡特半天没说出话，嗓子发紧，呼吸都有点乱，最后只憋出来几个字：“看见了，我看见了，无与伦比的珍宝。”这句话后来传了整整100年，成了考古史上最经典的台词。你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昏暗的沙漠地底，一根摇晃的蜡烛，一个凿出来的小洞，另一边是沉睡了3000年的黄金世界。门外是2个屏住呼吸的现代人，门里是尘封了30个世纪的王朝旧梦。等洞口凿大了，一行人陆续弯腰走进去，前厅的景象直接把所有人看傻了。整个前厅堆得满满当当，就像有人把法老一整个家当打包，一股脑塞进了这个不大的房间。3张鎏金的兽首卧榻，3个兽头分别是狮子、河马和鳄鱼，全都是古埃及神话里守护冥界的神兽。拆成零件的4辆战车，木头已经腐朽发脆，但上面包的金饰还亮得晃眼。还有大大小小的香盒，真人大小的守卫雕像，青铜兵器，成串的珠宝首饰，各种样式的器皿，甚至连法老穿的亚麻衣服、草编的鞋子、储存的粮食、面包、陪葬的葡萄酒，都整整齐齐摆在那里。后来全部清理完统计下来，整座墓里出土的文物总数超过了5000件。卡特带着团队花了将近10年时间，才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清理记录完毕，小心翼翼地搬出来。这里必须说一句，卡特的细致放到今天都值得所有考古从业者学习。在他之前，很多考古发掘说白了跟寻宝没什么区别，找到东西直接搬走，根本不管文物原来的位置，也不管地层关系。卡特不一样，他要求团队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件文物出土之前，都必须精准记录它的原始位置、朝向，连倾斜角度都不能差。脆弱的有机质文物要先做加固处理才能碰，不然几千年的木头布料，手指轻轻一碰就碎成渣了。他几乎把自己后半生所有的精力都耗在了这座小小的陵墓里，也正是这份近乎偏执的认真，才让这5000件珍宝完完整整保留到了今天，没有在发掘过程中遭到2次破坏。而整座陵墓最核心、最震撼的部分还在更深处的安葬室里。走进安葬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整套层层嵌套的棺椁，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俄罗斯套娃，一层套着一层，严丝合缝。最外面是4层巨大的鎏金木椁，几乎占满了整个安葬室的空间，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咒语和神像，都是保护法老灵魂、引导他前往冥界永生的内容。木椁里面是一整块花岗岩雕成的石棺，光棺盖就有好几吨重。当年为了挪开这个盖子，卡特的团队费了9牛2虎之力。石棺打开，里面还套着3层人形棺椁，一层比一层精致，一层比一层华贵。前2层是贴金的木棺，上面镶嵌着彩色玻璃和宝石。第3层，也就是最里面的那层棺，是用整块纯金打造的，整具棺材的纯金重量超过了110公斤。110公斤纯金是什么概念？按现在的金价粗略估算，光材料钱就有大几千万。
这还不算3000年前的工艺价值。古埃及人相信黄金是神明的肉身，能带来永恒的生命，所以才会用纯金给法老打棺材，就是想让他的灵魂永不消散，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做君王。等考古队小心翼翼把3层金棺都打开，躺在最里面的就是图坦卡蒙的木乃伊，他的脸上盖着那张后来举世闻名的黄金丧葬面具，这张面具也是用整块纯金浇铸的，重10公斤多一点，上面镶嵌着青金石。吕松一个在位10年没打过一场胜仗的少年法老，他的名字被人从史书里凿掉，他的雕像被人砸烂重铸，连帝王名录都没他的位置。可就是这么一个彻底消失在历史里的人，偏偏在3000年之后成了全世界最知名的埃及法老，你说奇不奇怪？他明明从没掌过权，没立过功，甚至连副完整的身体都没有，凭什么？凭什么他的脸出现在全球每一本讲古埃及的教科书上？凭什么每年有几百万人专门跑到开罗，就为了看一眼他的陪葬品？今天我们就顺着时间线，从1922年那个烈日炙烤的沙漠午后开始，一层层剥开这座沉睡了3000年的陵墓，你会发现所有的传奇，所有的黄金，所有的惊悚诅咒背后，藏着的其实是一个王朝的狼狈，一个少年的悲剧和一场由被遗忘造就的历史奇迹。要明白这次发现有多震撼，你得先知道100年前的埃及考古圈是个什么状态。帝王谷坐落在尼罗河西岸，夹在2侧陡峭岩壁中间，是一片不起眼的狭窄山谷。从第18王朝到第20王朝，前后将近500年，几乎所有法老都把自己的最终归宿选在了这里。他们在坚硬的岩石里凿出墓穴，把金银珠宝、日用器皿，甚至吃的喝的全都搬进去，想着能带着这些家当在另一个世界继续过好日子。可理想有多丰满，现实就有多骨感。盗墓这行当几乎跟法老下葬的历史同步发展，很多法老刚入土没个10年8年，墓就被人摸进去了，值钱的东西一扫而空，连木乃伊都被翻出来折腾一番。到了20世纪初，整个帝王谷已经被10几代人反复筛过，所有明面上能找到的墓穴早在古代就被洗得精光。考古队进去，往往只剩斑驳的壁画和满地碎石，连个完整的金饰都难找。当时西方考古学界几乎达成了统一共识，帝王谷挖透了，再没价值可言。不少权威学者直接收拾行李走人，还有人公开放话，说再往这里砸钱砸人，纯粹是浪费。你可以这么理解，这就好比一片被10几波收废品的人反复筛过的垃圾场，所有人都拍胸脯说，这里面绝对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偏偏有个不起眼的人站出来说，不对，我觉得底下还埋着一个没被人碰过的宝库。这个人叫霍华德·卡特。卡特不是正经科班出身的考古学家，他最早的身份是个临摹壁画的画师，10几岁就跟着考古队来到埃及，每天的工作就是对着墓室里的壁画一笔一笔原样复制下来。正是这份画师的底子，给了他2样别人比不了的东西，一样是极致的观察力，壁画上半根线条的偏差，颜料细微的色差，他都能一眼看出来；另一样是熬得住的耐性，对着一面斑驳的石墙画几个月，他都能坐得住，不烦不躁。他死磕图坦卡蒙也不是凭空瞎猜，在那之前，帝王谷里陆续出土过一些零碎文物、陶器碎片、印章、小雕像，好几次都出现了一个陌生的法老名字，可翻遍所有传世的帝王记录，又找不到这个人的任何明确记载，就好像这个人从来没存在过一样。卡特认准了一件事，这个被历史抹掉的法老肯定就葬在帝王谷的某个角落，只是所有人都忽略了他的存在。搞田野考古是件烧钱的事，雇工人、租场地、买工具，哪一样都要真金白银。卡特背后的出资人是英国的卡纳封勋爵，这位勋爵本是世袭贵族，年轻时肺部出了问题，医生建议他去气候干燥温暖的地方养病，他才跑到了埃及。结果一来二去，彻底迷上了古埃及文明，干脆掏钱赞助卡特在帝王谷里挖墓。可钱再多也架不住年年挖空，连续好几个发掘季下来，别说完整的陵墓，连个像样的大件文物都没挖出来。卡纳封勋爵的耐心一点点耗尽，直接给卡特下了通牒，这是最后一次，这笔钱花完了就撤资，以后再也不投1分钱。据说卡特当时甚至提出自己掏腰包接着干，就求再给一次机会。你能想象那种状态吗？身边所有人都觉得你疯了，出钱的金主都要跑路了，你还抱着一个虚无缥缈的念头，在漫天黄沙里死磕一个没人承认存在过的法老。没人知道卡特那些年有没有动摇过，有没有在深夜里怀疑过自己的判断。但历史的奇妙之处就在这里，奇迹往往就出现在你快要撑不住的最后一步。1922年11月，最后一季发掘刚开始没几天，
工人们在另一座已知法老墓的入口附近清理古代工匠居住的小屋废墟时，挖着挖着，有个工人突然喊了一声，沙土底下露出了一节人工凿出的石头台阶，顺着台阶往下挖，一整段通往地底的阶梯慢慢露了出来。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最先发现台阶的是个给工地挑水的童工，干活时偶然挖到的，真假已经无从考证。但不管是谁先发现的，这一刻注定要写进世界考古史。卡特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他看着那段露出来的石阶，心脏狂跳，但他愣是把狂喜压了下去，没急着往下挖，反而先让工人把已经挖出来的阶梯重新用沙土埋回去，严严实实盖住，然后立刻给远在英国的卡纳封勋爵发去一封电报，说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让他立刻来埃及，亲眼见证开幕的时刻。接下来的几周，卡特一个人守着这个秘密，天天在沙漠里守着。他既怕消息走漏引来盗墓贼，又怕门后面是空的，到头来白欢喜一场。这种悬着心的等待，估计比挖不到东西还要熬人。等卡纳封勋爵千里迢迢从英国赶到埃及，工人们才重新挖开沙土，顺着阶梯一步步往下走。阶梯的尽头是一道封死的石门，门上还完好保留着几千年前的封印印记。看见完整封印的那一刻，卡特心里的石头落地了一半。封印完好，就意味着这道门后面极有可能从来没被盗墓贼打开过。在已经被洗劫一空的帝王谷，这本身就是个不敢想的奇迹。但真正的震撼还在更里面。拆了第一道石门，里面是一条堆满碎石的狭长通道，一行人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头，又是第二道封死的石门。卡特没直接让工人把门砸开，他先在门的角落凿了个小洞，刚好能伸进头去。他拿起一根蜡烛凑到了洞口，3000年没流动过的沉闷空气从洞口涌出来，带着尘土和陈旧松枝的气息，吹得烛火晃来晃去，差点熄灭。卡特眯着眼睛往里看，一开始只有无边的黑暗，慢慢的，黑暗里开始出现星星点点的反光，一点连成一片，有器物的轮廓，有雕像的影子，还有野兽造型的摆件，全都在烛火下闪着金色的光。身后的卡纳封勋爵等得着急，压低声音问他，你看见什么了？卡特半天没说出话来，嗓子发紧，呼吸都有点乱，最后只憋出来几个字，看见了，我看见了，无与伦比的珍宝。这句话后来传了整整100年，成了考古史上最经典的台词。你可以脑补那个画面，昏暗的沙漠地底，一根摇晃的蜡烛，一个凿出来的小洞，另一边是沉睡了3000年的黄金世界，门外是2个屏住呼吸的现代人，门里是尘封了30个世纪的王朝旧梦。等洞口凿大了，一行人陆续弯腰走进去，前厅的景象直接把所有人都看傻了。整个前厅堆得满满当当，就像有人把法老的一整个家当打包，一股脑塞进了这个不大的房间里。有3张鎏金的兽首卧榻，3个兽头分别是狮子、河马和鳄鱼，都是古埃及神话里守护冥界的神兽。有拆成零件的4辆战车，木头已经腐朽发脆，但上面包的金饰还亮得晃眼。还有大大小小的香匣，真人大小的守卫雕像，青铜兵器，成串的珠宝首饰，各种样式的器皿，甚至连法老穿的亚麻衣服、草编的鞋子、储存的粮食、面包、陪葬的葡萄酒，都整整齐齐摆在那里。东西摆的乍一看乱糟糟的，一开始大家还拿不准这墓到底有没有被盗过，但放眼望去全是金器，随便拿一件出来，都是之前考古发掘从没见过的规格。而且这还只是个前厅，往里面走还有侧室、宝库、安葬室好几个空间。后来全部清理完统计下来，整座墓里出土的文物总数超过了5000件。卡特带着他的团队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清理、记录完好的搬出来。这里必须说一句，卡特的认真细致放到今天，都值得所有考古从业者敬佩。他要求团队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件文物出土之前，都必须精准记录下它的原始位置、朝向，连倾斜的角度都不能差。脆弱的有机质文物要先做加固处理才能碰，不然几千年的木头和布料，手指轻轻一碰就碎成渣了。他几乎把自己后半生的所有精力都耗在了这座小小的陵墓里。也正是这份近乎偏执的认真，才让这5000件珍宝完完整整保留到了今天。整座陵墓最核心、最震撼的部分，在更深处的安葬室里。走进安葬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整套层层嵌套的棺椁，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套着一层，严丝合缝。最外面是4层巨大的鎏金木椁，几乎占满了整个安葬室的空间，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咒语和神像，都是保护法老灵魂、引导往冥界永生的内容。木椁里面是一整块花岗岩雕成的石棺，光棺盖就有好几吨重。当年为了挪开这块盖子，卡特的团队费了9牛2虎之力，
把石棺盖打开，里面还套着3层人形棺椁，一层比一层精致，一层比一层华贵。前2层是贴金的木棺，上面镶嵌着彩色玻璃和宝石。第3层，也就是最里面的那层，是用整块纯金打造的。整具金棺的重量超过了110公斤。110公斤纯金是什么概念？按现在的金价粗略估算，光材料钱就有大几千万。这还不算3000年前的工艺价值。古埃及人相信黄金是神明的肉体，能带来永恒的生命，所以才用纯金给法老做棺材，想让他的灵魂永远不灭，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做君王。等考古队小心翼翼把3层金棺都打开，躺在最里面的就是图坦卡蒙的木乃伊，他的脸上盖着那张后来举世闻名的黄金丧葬面具。这张面具也是用整块纯金浇铸的，重10公斤多，上面镶嵌着青金石、绿松石和彩色玻璃，标志性的蓝色条纹头饰，金色的肤色，眼睛用黑曜石和石英制成，眼神明亮，看起来就像真人的眼睛一样有神。面具上的少年面容温和，线条细腻流畅，连假胡子都做得一丝不苟。别说在几千年前，就算放到现在，让顶尖的珠宝大师来做，都未必能有这份精致。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陪葬品奢华到极致的法老，活着的时候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小透明。图坦卡蒙9岁登基，不到20岁就去世了，在位满打满算也就10年。他没发动过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没修建过宏伟的神庙，没立下过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甚至连国家的实际权力都从来没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过。这一切都得从他那个极具争议的父亲说起。他父亲就是古埃及历史上有名的异端法老埃赫纳吞。这位法老干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他把埃及人信了几千年的众神体系全废了，强迫全国人只信奉一个太阳神圆盘阿吞，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埃赫纳吞，意思是阿吞神的仆人。为了推行这个全新的信仰，他关掉了所有传统的阿蒙神庙，把祭祀阶层的权力全部剥夺，还放弃了已经经营了几百年的都城底比斯，在一片荒地里建了一座全新的城市，专门作为新宗教的首都。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国家世世代代信奉的神灵突然就被宣布作废了，所有人都必须改信一个陌生的新神，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被掀了个底朝天，普通老百姓接受不了，传统的祭祀阶层恨他入骨，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乱成了一锅粥。埃赫纳吞在位10几年，一门心思搞宗教改革，连边境打仗都顾不上，国家实力一天不如一天。他死了之后，留下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接班的图坦卡蒙当时才9岁，还是个上小学年纪的孩子，懂什么治国安邦，所以朝廷的实权完完全全握在2个辅政大臣手里，一个是宰相阿伊，跟着埃赫纳吞的老臣，另一个是军队统帅霍朗赫布，手里握着兵权。他们掌权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埃赫纳吞的宗教政策全部推翻，恢复传统的阿蒙神信仰，把关闭的神庙重新打开，把都城迁回底比斯。为了跟之前的异端时代划清界限，连图坦卡蒙的名字都改了。他原来叫图坦卡吞，意思是阿吞神的形象，是致敬他父亲信奉的太阳神圆盘。后来改成了图坦卡蒙，意思是阿蒙神的形象，颂扬重新被立为国教的阿蒙神。说白了，这位少年法老从登基到去世，就是个用来稳定局面的傀儡符号。他短暂的一生都活在父亲留下的烂摊子和权臣的掌控里，从来没自己真正做过一次主。更有意思的是，图坦卡蒙死了之后，后来的继任者们拼了命想把这段历史从王朝记忆里彻底抹掉，因为这一段宗教动荡在后来的王室眼里就是一段不光彩的黑历史。尤其是后来当上法老的霍朗赫布，他本来就是靠推翻宗教改革上位的，为了强化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他下令把所有跟埃赫纳吞、跟图坦卡蒙相关的记载全都毁掉，他们的雕像被拆下来挪去别处2次利用，神庙墙壁上的名字被凿掉，官方的帝王名录里直接把这2位法老除名，就好像他们从来没存在过一样。几百年过去，到了王朝末期，已经没人记得还有这么一位少年法老了，他就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消失在了历史的记载里。但历史的讽刺感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些一辈子南征北战，建了无数神庙，到处给自己立碑立传，生怕后人忘了自己的伟大法老们，他们的陵墓因为名气太大，成了盗墓贼眼里的头号目标，一座接一座被挖开，金银珠宝被洗劫一空，连尸骨都不得安宁。反倒是图坦卡蒙这个被史书彻底抹除，连名字都没人记得的少年君主，恰恰因为没人知道他的存在，他的陵墓才安安稳稳在地下躺了3000多年，没被人打扰。你说这叫什么？叫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还是叫命运弄人，拼尽全力想要留名青史的？
最后只剩一座空墓，拼了命想抹去的痕迹，最后却成了整个文明的符号。这个历史的轮回，想想真的挺让人感慨的。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问，帝王谷那么多法老墓，怎么就偏偏图坦卡蒙的墓保存下来了？真的是全靠运气好吗？其实不是单纯的运气，是好几个巧合叠在一起，才造就了这个独一无二的奇迹。我们一个个来拆解。第一个巧合，这座墓本身就不是专门为法老修建的。图坦卡蒙死得太突然了，18、19岁的年纪说没就没了。按古埃及的规矩，法老的陵墓一般登基之后就开始修，修个几十年都很正常。可图坦卡蒙年纪轻，估计谁也没想到他会死这么早，根本没来得及给他修一座符合帝王规格的大墓。没办法，王室只能找了个现成的小型墓穴，匆匆忙忙把他葬了进去。这座墓的规模，说难听点也就相当于个高级贵族的墓葬，跟其他法老的宏大陵墓比，小得可怜，位置也偏僻。墓小，位置偏，目标就小，不容易被盗墓贼盯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巧合，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他的墓入口下葬没多久就被彻底埋住了。大概在他下葬100年之后，有位后来的法老选中了他陵墓上方附近的位置修建自己的陵墓，开凿山体产生的大量碎石和废土，直接堆在了图坦卡蒙墓的入口上方，再加上后来工匠们在上面盖了居住的小屋，正好完完全全盖住了陵墓的入口，一点痕迹都没留下。你想啊，路口都被埋到地底下去了，上面还有人来人往的工匠营地，谁能想到脚底下还压着一座陵墓？时间一长，连一点痕迹都没了，就算有人想找，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挖。第三个巧合就是刚才说的，他的名字被彻底从历史里抹除了。盗墓贼也是讲信息的，他们知道哪个法老有钱，哪个墓里宝贝多，都是奔着有名的法老去的。图坦卡蒙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盗墓贼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人，自然也不会专门去找他的墓。简陋的墓穴，被碎石盖住的入口，被彻底遗忘的名字，三重巧合叠在一起，才造就了帝王谷里唯一一座近乎完好的皇家陵墓。当然也不是完全没人进去过，考古证据显示，下葬后没多久，其实有2批盗墓贼摸进去过。墓室里有被翻动的痕迹，封印也有被拆开又重新补上的痕迹，地上还散落着一些被匆忙丢下的首饰。但这2拨人好像都遇到了什么突发状况，慌慌张张就逃跑了，只偷了少量小件首饰，根本没碰到最核心的安葬室。而且他们刚走没多长时间，墓的入口就被后来的建筑碎石彻底埋上了，等于说2次小规模盗窃之后，这座墓就彻底与世隔绝了，一隔就是3000多年。所以严格来说，图坦卡蒙墓不是完全没被盗过，而是凭借一连串的机缘巧合，躲过了最致命的细节，保住了绝大多数的珍宝。这在盗墓猖獗的帝王谷，本身就是个概率极低的奇迹。聊图坦卡蒙，永远绕不开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法老诅咒。这个传说到底是怎么来的？说起来也巧，陵墓发掘完没几个月，赞助这次发掘的卡纳封勋爵突然在开罗的医院里去世了。死因其实很明确，也很普通，他在户外被蚊子叮了一下脸颊，后来刮胡子时不小心把叮的地方抓破了，伤口感染引发了严重的败血症，最后没救过来，去世时只有57岁。就这么一件正常的意外死亡事件，放到当时的媒体手里，直接炸成了全球大新闻。当时第1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没几年，全世界的人都刚从战争的阴影里走出来，精神上空虚得很，就爱听点传奇、神秘、带点惊悚色彩的故事。少年法老的黄金陵墓本来就是全球头条，现在金主突然死了，媒体瞬间找到了流量密码，各种报道铺天盖地，核心就一个意思，这是法老的诅咒，惊扰了法老安息的人都得死。传言越传越邪乎，细节也越来越丰富。有人说墓里出土了一块神秘的石碑，上面刻着阴森的咒语，惊扰法老安眠者必将迎来死亡。有人说卡纳封勋爵死的那天晚上，整个开罗城突然全部停电，一片漆黑，就像法老的力量降临了一样。还有人说远在英国的卡纳封庄园里，他养的那条爱犬，在他去世的同一时间突然狂叫不止，然后倒地就死了。甚至连写福尔摩斯的大作家柯南道尔都出来凑了个热闹，他本身就痴迷神秘学，公开跟媒体说，他觉得卡纳封勋爵的死绝对不是意外，肯定是古埃及人放在墓里的神秘力量造成的。大作家都公开站台了，普通老百姓就更信了。从那以后，只要是跟这次发掘沾点边的人，不管是考古队员、雇佣的工人，还是去过陵墓的记者、官员、游客，只要有人去世，媒体就全往法老诅咒的头上扣。所谓的诅咒遇难者名单一年比一年长，传得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一样。这个传说有多火，
这么说吧，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知道图坦卡蒙，不是因为黄金面具，也不是因为考古发现，而是先听说了法老诅咒的惊悚故事。某种程度上，是这个诅咒传说把图坦卡蒙的名气推到了全世界皆知的顶峰。但传说再精彩、再吓人，也经不住科学和数据的推敲。后来有学者做过严谨的统计，把所有参与过发掘、进入过陵墓核心区域的人员名单全部列出来，一个个查证他们的生卒年份和死因。结果一出来，诅咒的说法不攻自破，绝大多数参与发掘的人都活得好好的，很多人70、80岁寿终正寝。尤其是整个发掘的核心人物霍华德·卡特，亲手凿开了墓门，亲手接触了木乃伊。按说诅咒第一个就该找他算账，可事实是开墓之后，卡特又活了整整17年，最后是65岁时因淋巴瘤自然去世的。要是诅咒真的那么灵验，能精准弄死远在英国的一条狗，怎么偏偏放过了首当其冲、亲手惊扰法老的卡特？这根本说不通。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相信诅咒呢？其实就是心理学上非常典型的幸存者偏差。参与发掘的有几十上百人，生老病死本来就是自然规律，总会有几个人在发掘后没几年因各种原因去世，但大众只会记住这几个离奇死亡的案例，那些活了20、30年安享晚年的人，没人会去关注，更不会有媒体去报道他们的长寿。就像现在网上总有人说抽烟没事儿，说谁谁谁抽了一辈子活到90多，他只会记住那一个长寿的个例，自动忽略了那些因为抽烟得病去世的绝大多数人，道理完全一样。还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墓里封闭了几千年，滋生了很多古老的霉菌细菌，第一批进去的人吸进肺里会影响健康，甚至引发重病。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后来的考古学家确实在古墓的墙壁和空气样本里检测到了一些霉菌孢子，体质弱的人接触了可能会引发过敏或呼吸道不适，但仅此而已。普通的霉菌绝对不可能造成什么夺命诅咒，更不可能精准地让某个人在特定时间死亡。那些说的神乎其神的诅咒故事，说白了就是当年的报纸为了卖报纸编出来的爆款噱头。你想啊，一边是干巴巴的考古报告，说出土了多少件文物，工艺有多精美，历史价值有多高；另一边是法老复仇、金主暴毙、千年咒语应验的惊悚故事。普通老百姓愿意看哪个？肯定是后者。媒体精准抓住了大众的猎奇心理，把一个个正常的巧合无限放大，再添油加醋编点细节，一个流传百年的都市传说就这么诞生了。说穿了，哪有什么法老的诅咒，只有人性里对神秘故事的渴望和媒体对流量永无止境的追逐罢了。传说散去，真正能告诉我们真相的永远是现代科学。近几十年里，考古学家用 X 光扫描、CT 断层扫描、DNA 检测这些先进技术，对图坦卡蒙的木乃伊做了一遍又一遍的检查，一点点还原出了这个3000年前的少年最真实的样子。结果和黄金面具上的完美形象差距不是一点点。黄金面具上的少年面容俊朗，神情威严，自带王者气度。可真实的图坦卡蒙是个从小体弱多病的孩子。首先，他的左脚有先天的骨骼畸形，足弓发育不良，还有几个脚趾是坏死的。说白了就是跛脚，走路一瘸一拐，必须依靠手杖才能正常行走。之前墓里出土了几十根手杖，大家还以为是象征权力的利器，现在才明白，那就是他日常出行用的拐棍。他的身形单薄，个子不高，还有明显的龅牙，也就是上颌牙齿外凸，这是家族遗传的特征。整体形象跟威严君主4个字基本不沾边，就是个病恹恹的普通少年。为什么会一身都是毛病？根源就在古埃及王室的近亲通婚习俗。古埃及王室为了保持所谓的血脉纯正，觉得法老是神的后代，不能跟普通人通婚，所以普遍近亲结婚，亲哥哥娶亲妹妹，甚至父亲娶女儿在王室里都是常有的事，大家习以为常。DNA 检测的结果显示，图坦卡蒙的父母大概率就是一对亲兄妹，他的父亲是埃赫纳吞，他的母亲是埃赫纳吞的亲妹妹。近亲结婚的后果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后代出现遗传性疾病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图坦卡蒙一身的先天毛病，基本都是近亲婚配带来的恶果。不光是他自己也娶了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可山纳曼。墓里那2具小小的婴儿棺椁，就是他们2个夭折的孩子，2个孩子都没能活过婴儿期，等于说这一脉王室到图坦卡蒙这里就彻底绝后了。想想也挺可悲的，为了所谓的神性和血脉纯正，最后把整个家族的健康都赔进去了，连个继承人都留不下，这哪里是神性的加持，这分明是自然规律给人类最残酷的反噬。关于图坦卡蒙的死因，之前也有个流传特别广的说法，说他是被人谋杀的。最早给木乃伊做 X 光检查的时候，发现他头骨后侧有一块损伤的痕迹，
有人据此展开推理，说他是被人从后面用重物砸死的，是一场宫廷政变，是辅政的大臣为了篡位害死了他。这个说法传了很多年，毕竟宫廷阴谋、少年君主被害这种戏剧化的故事大家最爱听。但后来更精准的 CT 扫描结果出来，直接推翻了这个谋杀猜想。头骨上的那块损伤根本不是生前造成的，大概率是制作木乃伊的时候工匠处理遗体留下的痕迹，也有可能是当年卡特切割木乃伊时不小心弄出来的，跟谋杀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他真正的死因是什么？现在学界比较公认的结论是，他本身体弱多病，一辈子反复感染疟疾，身体底子就很差，后来腿又受了重伤，严重骨折，伤口引发了严重的细菌感染。在那个没有抗生素的年代，这种感染就是致命的，就是这么简单。没有阴谋，没有刺杀，没有宫廷斗争，就是一个多病的少年，可能不小心摔了一跤，腿摔断了，伤口感染没控制住，年纪轻轻就没了。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为什么图坦卡蒙墓的发掘被称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不是因为黄金多，不是因为诅咒有名，而是因为它像一颗被时光封存的胶囊，把3000年前古埃及文明最完整、最真实的样子原封不动地留在了我们面前。在这之前，我们见过的法老墓全是空的，只能从残存的壁画和零星的器物碎片里去猜古埃及人的丧葬是什么样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信仰体系是什么样的，很多东西都只是推测，没有实据。但图坦卡蒙墓不一样，5000件文物整整齐齐摆在原来的位置上，大到黄金王座，小到一双凉鞋，从祭祀用的礼器到日常生活的吃喝用度，连夭折孩子的小棺椁都完好无损。靠着这座墓，我们才真正搞清楚了古埃及法老的完整下葬流程，搞清楚了他们的宗教信仰细节，搞清楚了那个年代的工艺水平、审美风格，甚至王室成员的饮食、服饰和生活习惯。一座不起眼的少年法老墓带给我们的历史信息，比所有被盗空的伟大法老墓加起来都要多。当我们剥掉所有的黄金、所有的传说、所有的阴谋论之后，剩下的是一个非常朴素也非常让人心疼的事实，他不是什么威风凛凛的传奇法老，只是一个身有残疾、常年生病、被迫坐在王位上的孩子，短暂的一生都在别人的掌控里，连自己的身体都做不了主，最后稀里糊涂就死了，连个后代都没留下。3000年的时光把它包装成了充满神秘色彩的传奇，可剥开华丽的外壳，里面藏着的不过是一段充满无奈的悲剧人生。其实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很多时候，你越想抓住什么，越想拼命证明自己的存在，反而越容易被时间冲淡。反倒是那些不经意留下的痕迹，那些真实的、带着温度的人生片段，能穿越漫长的时光，在很久很久以后，还能被人看见，被人记住。3000年很长，长到能让王朝覆灭，能让黄沙掩埋一切，能让一个名字从所有史书里消失。3000年也很短，短到一张黄金面具就能让一个少年的人生重新鲜活地出现在我们面前。黄金总会有褪色的一天，传说也总会有被拆穿的一天，但真正能穿越时光的，从来不是权力，不是财富，也不是什么神秘的诅咒，而是文明本身的重量和一个个真实存在过的鲜活的生命。我们今天聊图坦卡蒙，聊的从来不是黄金，也不是诅咒，我们聊的是一个3000年前的少年，聊他身不由己的一生，聊一个王朝的兴衰起落，聊历史最吊诡也最公平的地方。这大概就是考古最动人的地方，也是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我们挖开的从来不是古墓，而是一段段被尘封的人生。我们看见的从来不是文物，而是千百年前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